他是诛杀董卓的大功臣，由多个女性形象结合而成，结局众说纷纭。在我国古代4大美女中，貂蝉的形象是最扑朔迷离的。一些学者认为，真实的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貂蝉这个人。有些学者认为，貂蝉是以一个女性人物为原型，经过长期演变，最终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定型的一个艺术形象。小编认为，貂蝉是有原型的，只不过这个原型不是某一个女性，而是综合了多个女性的人生经历，最终按照大众心理的诉求刻画出来的一个十分逼真的文学形象。那么，貂蝉形象的来源出处是什么？从诞生到《三国演义》中定型，貂蝉形象经历了哪些变化？貂蝉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？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，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，品读经典人物，感悟别样人生。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貂蝉的故事。貂蝉作为我国4大美女之一，有着倾国倾城的美貌。传说貂蝉拜月时，月亮都惊诧于貂蝉的美貌，偷偷躲进云中。因此，在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4种不同风格的美人中，闭月之美是专指貂蝉的。现在我们只知道貂蝉生活在东汉末年，生卒年不详，真实姓名存疑。其实，貂蝉的形象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。在一些文学作品中，她是有名字，而且有较为清楚的身世的。貂蝉最早出现在《三国演义》的雏形评书《三国志平话》中。关于貂蝉的出生地，有永年、临洮、米脂、忻州4种说法。《三国志平话》中采取的是临洮说，貂蝉原本不是一个名字，而只是一种帽子上的装饰物。因为这个女子曾经负责保管这种装饰物，所以她就被人们称为貂蝉。貂蝉身份卑贱，也许还曾经在宫中做过侍女，后来又成了司徒王允家中的歌妓。在元杂剧《连环计》中，貂蝉是有名字的，她的名字叫做任鸿昌，籍贯是忻州木耳村。而认为貂蝉的籍贯在陕西米脂的也大有人在，传说在米脂石沟镇爱好湾村，至今还留有貂蝉洞。在元杂剧中，貂蝉的经历已经很复杂了。她曾经是汉灵帝时期的宫女，被汉灵帝先赏赐给了吕布的第一个义父丁建阳。丁建阳因为要收买吕布的心，所以将貂蝉赐给吕布。后来貂蝉因战乱与吕布失散，成为王允的歌妓。王允在知道貂蝉的经历后，设计将貂蝉送给董卓，用来引起当时已经是董卓义子的吕布对董卓的仇恨。因此，在元杂剧中，貂蝉和吕布的故事是一个夫妻破镜重圆的故事。元杂剧中的貂蝉戏虽然已经形成一个系列，但是貂蝉的形象还是依附于男性的政治斗争而存在的，她的个人形象并没有形成突出的特征。关于貂蝉的身份大概有4种说法，一种是《三国演义》中写的，她是王允的歌妓和义女；另一种看法是她是董卓府里的婢女；第3种说法就是《连环计》中写的，她是吕布的妾室；第4种说法是她原本是吕布部将秦宜禄的妻子，这个秦宜禄自己没什么能力，不知道为什么娶到一个倾国倾城的妻子杜氏夫人，结果引来吕布、关羽、曹操多人的觊觎，最后秦宜禄只好放弃了杜夫人，另娶了后妻。而杜氏夫人先被吕布霸占，吕布被曹操打败后，那时跟随刘备在曹操帐下的关羽先发现了倾国倾城的杜氏夫人，于是再三要求曹操将杜氏夫人赏给自己。曹操觉得这个杜氏夫人到底有怎样的美貌，才能让铁汉子关羽念念不忘呢？出于好奇，他先去看了杜夫人，但是这一看，曹操也看上了，所以就不顾自己已经答应过关羽要将杜夫人给他带回去的赏赐，把杜夫人据为己有。这位杜夫人在被吕布强占之前，已经给秦宜禄生了一个儿子秦朗。曹操因为爱杜夫人，连秦朗也作为养子收养了。貂蝉虽然是虚构的，但是一定是有原型的。在罗贯中最后写成《三国演义》之前，貂蝉虽然也承担了离间董卓和吕布关系，帮助王允诛杀董卓的任务，但他还是被当时的主流文人认为是红颜祸水。罗贯中写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，为了把貂蝉的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明，不仅在诗词中大力描写了貂蝉的美貌，还删掉了吕布和貂蝉原本的夫妻关系，这样就避免了貂蝉自愿献身于董卓的尴尬局面。把貂蝉塑造成一个年方28的清纯女性，则凸显了貂蝉为诛除国贼董卓牺牲了美好青春的大义。只有外表的美丽，很难让吕布和董卓同时拜倒在16群下，而且不对连环计生疑。所以罗贯中还通过具体的情节描写了貂蝉的聪慧果敢。貂蝉虽然未必真心喜欢吕布，但是他知道这个男人将是他日后的归宿，所以在初次见面时就盛装打扮，并将王允家中的一顶装饰十分华美的帽子送给吕布，还对吕布极尽恭维，表示自己虽然身在闺中，但是已经对吕布仰慕很久了。
貂蝉与吕布眉目传情，暗送秋波，充分展示自己的千娇百媚，把吕布看得色心大起。王允见时机已经成熟，就让吕布回府准备迎娶之事，然后又找了个机会请董卓到他府中赴宴，在席间请貂蝉献舞。这一次，貂蝉一袭红艳艳的长裙，故意向董卓展示自己风姿绰约的体态。一支歌舞过后，董卓都看呆了，连连称赞貂蝉是仙女下凡。因为董卓只是把貂蝉当作侍妾，不需要准备迎娶，所以他直接就把貂蝉带回去享用了。貂蝉进入董卓府中之后，故意寻找机会私会吕布，告知吕布自己被董卓强占，恨不能寻死。吕布经过王允巧舌说服，本来就已经信了7、8分，又见貂蝉悲不自胜，更加相信貂蝉被董卓玷污，已经恨上了董卓。而后在凤仪亭，貂蝉趁董卓外出约吕布相见。其实这个时候，貂蝉提前算好了时机，估计他和吕布的私会一定会被董卓撞破。随后向吕布表明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盼望吕布来拯救自己。在董卓面前，又假意说吕布不顾董卓的脸面，要强占自己。面对董卓试探心意，要将貂蝉许配吕布的想法，貂蝉表现出对董卓无比眷恋的样子，哭哭啼啼，假意寻死。董卓又被貂蝉打动，绝口不提将貂蝉送给吕布之事。董卓在撞破吕布与貂蝉私会后，在凤仪亭追打吕布，吕布已经对董卓起了杀心。后来王允进一步设计，请董卓受禅。在受禅台，众人齐声呼喊要杀死国贼董卓。董卓以为这个时候只有吕布能保护他，但吕布因为貂蝉被夺，早已经恨透了董卓，一枪结果了董卓的性命。至此，貂蝉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一个聪明美貌、深明大义的貂蝉形象跃然纸上。此后的貂蝉应该功成身退，但是貂蝉的结局依然是人们关注的重点。《三国演义》原著中，貂蝉的结局就是成为吕布的妾室，之后貂蝉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央视版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貂蝉的结局是在吕布杀了董卓以后，远离了富贵喧嚣地，告别了龙争虎斗门，并没有成为吕布的妾室，而是过上了一种不为人知的平静生活。我们仍然按照貂蝉跟随吕布这一阶段性结局，进一步推测貂蝉的结局。吕布后来被曹操所败，貂蝉落在了曹操手中，这就和前面提到的杜氏夫人后半生的经历接上了。这位杜氏夫人在嫁曹操之后，又给曹操生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，在曹操死后被封为沛王太妃，得享高寿，一直活到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以后。按照关羽与貂蝉戏曲中的情节，则以杜夫人为原型的貂蝉有可能被曹操赐给了关羽。在元杂剧中有关公月下斩貂蝉的戏曲作品，这个戏曲中貂蝉被关羽认为是祸国尤物，为了不影响自己对刘备的忠诚，关羽犹豫再三，终于杀死了貂蝉。也可能是貂蝉为了证明自己的深明大义，也为了不影响关羽对刘备的忠心而选择自杀。另一种版本的戏曲是关公月下赞貂蝉，即关羽在得到貂蝉以后，对貂蝉诛除董卓的大义很是欣赏，但是他也向貂蝉说明自己不能与貂蝉结合，终究有一天要回到刘备身边去。貂蝉感慨自己身似浮萍，一生居无定所，便请关羽将他远远地送进寺庙中，青灯古佛，终了余生。真实的关羽虽然有很多性格缺点，但面对貂蝉这样一个美丽的柔弱女子，应该还是很懂得怜香惜玉的。所以关公月下斩貂蝉的故事在现实中很大概率不会发生，貂蝉也未必会因为怕连累关羽的名声就选择自尽。貂蝉的结局很有可能就是杜夫人的结局，也有可能真的跟随关羽，后来到了蜀中。男人们说红颜祸国，多半是在为自己的无能或冷酷找借口。4大美女中，西施、貂蝉、王昭君都是深明大义的女子，她们的美貌与才情用对了地方，成就了千古美名。美丽本身没有错，如果适当运用，就会成为别人无可取代的资源。如果一个女子很幸运地拥有美貌，请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上，通过合理运用，让美貌为自己的事业助力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就请转发、点赞、加关注吧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